Hello，我是尚。最近我买了2个相机的新玩具，应该可以提升接下来视频的音质和画面。事先声明，本视频仅是个人使用体验，没有赞助商。其中一个是给尼康 Z30相机用的防风罩，把它装在热血口，刚好可以挡住旁边的麦克风。可是我的相机是索尼的 Alpha40。之所以要买这个，是因为在 YouTube 上看到有人说 Alpha40可以装上，那么就让我来开盒试试吧。打开盒子，塑料袋里边装着带毛衣的。看起来是这样的。然后我的相机之前装过一个柯基的玩具，来保护热血口。装上，看起来挺好。再把科技玩具装上。这后边是通的，科技玩具只能以后装灯上了。那么接下来让我出去试试，看看它实际的防风效果吧。今儿北京刮着大风，我来到了楼上的阳台，咱们可以听一下有防风罩和没有的声音差异。目前是有防风罩的状态，然后我把防风罩拆掉。目前北京的风力不是很大，估计也就是个4、5级吧。这东西在不外接麦克风的时候还不错，真没想到索尼、尼康这2家大厂能在相机上使用相近的设计，挺不错。我们之前用的是18105的变焦头，变焦和画质都挺不错，但我们逐渐发现了痛点，很难用它来拍特写，画面中的暗光区域也差点，所以这次买的另一个东西是这个索尼在半年前发布的11毫米 f1.8 的镜头，应该可以弥补这些个不足。在我们接下来拍摄的美食视频中，更多特写的镜头应该会使画面更有冲击力，而它的广角会在我们接下来的旅行中为我们带来更加震撼的画面，可以和变焦头形成很不错的互补。穷3代之路开始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换上镜头试试看吧。先来看一下原来的18105的近摄能力，这个距离大概是30多厘米，只能把对面的垃圾桶拍清楚，没法对焦到盒子上。再近自然也就不行了，包括柯基也是。接下来我换上了11毫米的广角镜头，大概这个位置它都能清晰的对焦，这也就是5、6厘米吧。再推进一点，有点勉强。不过盒子这面有点背光，柯基还是清楚的。再试试把盒子的这面变成受光面，似乎清楚了点。感觉上这个镜头实际的最近对焦距离比索尼网站上写的15厘米近得多。那么接下来再来看看104度的大广角和 1.8 的大光圈带给我们的感觉吧。 Let's go。 我们出来看一眼这个11厘米的焦距感觉怎么样，还有边上的广角。和之前一直使用的 f4 光圈的镜头不同， f1.8 的光圈还不太适应，在阳光之下爆得有点过，在河面上摇一下，镜头里已经有点接近肉眼的感觉了。大厦折射太阳的光束的数量就是镜头中叶片数量的2倍，虽然有点过曝，但阳光照在树枝的感觉真好。这是路人从河里捕捉的田螺和小虾。 f1.8 的背景真虚啊，景深真浅啊。我猜光斑的数量和镜片数量可能有关。自动对焦的速度还不错。进商场之前先去看看羊驼和小马，镜头是定焦的，但也可以用清晰影像缩放。 FX30 是 6K 超彩到 4K 的，就可以放大 1.5 倍。要进商场了，商场里比1个月前热闹多了。再来几次自动对焦。去楼下看兔爷，这兔爷可真多，要不是家里没地方放，真想请个回去。还有12生肖呢。毛猴也挺有意思，
继续在商场拍拍。这一身招财猫的招财猫套娃了。去了趟洗手间，通道很狭窄。这个镜头多是暗部，来看看过度向右曝光下的噪点，似乎还是有一点，不过已经好些了。往家走，经过这条小窄道，但在镜头里显得还挺宽。想知道镜头技术细节的朋友，可以去找各位摄影大神的视频，就不用我细说了。最后说一下和同期发售的2支镜头相比，我选这支11毫米的想法。这3个镜头里边，1020 f4， 我需要大光圈，所以 f4 有点小。它和我的18105光圈是一样的，所以就不考虑了。这个15 f1.4 和11 f1.8 差不太多，但我的变焦头的最近焦距是18，跟15只差3，而且光圈 1.4 和 1.8 差别不大，所以最后就选了更大广角的11 f1.8。好了，这次的新玩具介绍就到这儿了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，下回见。